最近全网都在聊一个离谱又真实的现象，曾经总吐槽中国制造的欧洲人，如今彻底被中国家电狠狠折服。谁能想到2026年6月下旬开始，一场恐怖的世纪高温直接横扫整个欧洲，把一众发达国家打回原形。小编真心想问一句，欧洲夏天没空调，到底是谁传出来的高端生活方式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，西欧直接被一波世纪热浪焊死在了高温里，法国、德国、西班牙挨个爆表，普遍40度起步，不少地方直接干到42度，部分地区更是创下了近80年以来的最热一周。你可能觉得40多度习以为常，但欧洲那边真的没这耐热度，很多房子堡没隔热、没空调，白天晒透，晚上闷锅，屋里屋外一个温度，普通人根本熬不住，老人小孩更是遭大罪。这一下，欧洲几十年的生活假象彻底被戳破了。为啥他们不装空调？根本不是逼格高，是坑太多。首先，安装审批巨麻烦，流程繁琐到离谱，其次人工费、安装费贵到吓人，一台空调的安装费能抵大半个机器钱，再加上往年温度温和，压根没必要装。谁能想到今年直接热成灾难现场？高温一来，本土家电直接断供，工厂产能跟不上，仓库库存直接清空，整个欧洲市场空调、风扇一机难求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而就在老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咱们中国家电直接杀疯了。国内东部工厂连轴转，每天稳稳下线3万台空调，原本发往西欧的货架，几天时间直接搬空。欧洲客户为了抢货真的拼了，以前都是精打细算走海运，今年为了早几天用上空调，很多法国人直接舍弃海运，重金走空运，成本翻倍也认了，足以见得有多刚需。这段时间全网最火、最让人暖心的名场面，就是一个法国小哥的操作。网友丽丽网上发帖分享，她的法国男同事专门借着来上海出差的机会，硬生生人肉托运了一台国产空调回欧洲。看完真的又好笑又自豪。你肯定好奇，至于吗？跨国背空调？这个法国小哥在和同事聊天时说，巴黎最近高温肆虐，家里93岁的老母亲独自居住，根本熬不住酷暑，老人家里就只有一台普通冰凉风扇，不仅吹不出凉意，还越吹越潮湿，对老人的身体特别不友好。同事们听完都特别心疼，纷纷建议他直接在中国买空调，性价比高，制冷效果还好，比欧洲本土的家电靠谱多了。不过一开始大家心里都没底，毕竟空调有压缩机、制冷剂，生怕属于航空违禁品，托运不了。为了稳妥，丽丽专门翻了好多跨境托运的成功案例，还特意打电话给航空公司，反复核对规则，确认这款空调不含锂电池，完全符合安检标准，可以正常托运，大家这才彻底放心。最让人意外的是价格，小哥坐的是公务舱，行李额度特别充足，空调不用额外掏运费，全程就花了机器钱、机场打包费和一个电源转换器的费用，算下来机器1260元，打包130元，转换器22元，总共就1412元，1000多块给9旬老母换一整个夏天的清凉，这份孝心真的太实惠了。目前小哥已经带着空调顺利抵达巴塞罗那，之后就返回法国安装试用。为什么中国家电能在欧洲强势逆袭？这可不是中国运气好，而是精准拿捏了欧洲市场的所有痛点。欧洲本土家电又贵又难用，安装难，审批烦，售后零散，救急置换更是麻烦的要死。而京东旗下的 Joybuy 直接对症下药，今年3月火速入驻英、德、法等6个欧洲国家，覆盖巴黎、伦敦等30多个核心城市，4000多万消费者上线上午下单，下午送达的211限时达服务。大件家电最快次日就能送到，而且是一站式全包，送货、安装、旧机拆卸、废旧回收，一次上门全部搞定，彻底解决了老外的安装难题。根据7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总额3609.6亿元，其中空调、风扇、冰箱这类清凉家电出口就高达1079.1亿元。全球高温肆虐，咱们实打实给全世界送去了中国清凉。而整场高温事件里，最让人肃然起敬的，还得是法国共产党的操作。当欧盟官方冷眼旁观，任由民众在高温里煎熬的时候，7月11日，法共直接官宣免费开放巴黎总部大楼，给全城老百姓避暑纳凉。这栋楼可不是普通建筑，是知名历史古迹。
2007年就列入了保护名录。开放第一天就有2000个民众前去乘凉避暑。法共参议员说的特别好，凉爽从来不是有钱人的特权，是每个人该有的基本权利。有人吹着空调享福，有人在闷热房间受苦，这就是最直白的社会不公。对比一下欧盟高层的冷漠，法共这波操作格局直接拉满。看到法国共产党的操作，估计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，怎么法国还有共产党？小编查了资料后才知道，原来法共比中国建党还早7个月，二战结束后还是法国第一大党，手握过半民心，距离独自执政就差一步。不过现在嘛，常年得票率垫底，彻底淡出了法国核心政坛。你可能会说，法共的衰落是法国人太会享乐，理念过时，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。小编复盘完法共100年兴衰史，就一句话，他不是输给了对手，是纯粹输给了自己。大家要知道，法国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，巴黎公社，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，第二国际扎根巴黎发展，这么深厚的革命土壤，这么牢固的群众基础，按理说法共绝对能一路崛起，坐稳欧洲左翼第一把交椅，结果硬生生把一手王炸牌打烂了。很多人被教科书误导，以为是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解放了巴黎，其实历史根本不是这样。二战时，戴高乐带着主力退守海外，巴黎沦陷，举国绝望，整个法国政府直接躺平投降，是当时规模还不算大的法共站出来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。那时候的法国，整个社会摆烂到底，经历过一战的惨烈，所有人都悲观厌世，不想奋斗，不想生育，只顾着及时行乐。哪怕国家被纳粹占领，巴黎的富人依旧夜夜开派对，甚至邀请德军参加，麻木苟活。唯独法共从头到尾没有妥协，他们硬生生拉起一支近30万人的游击队，在敌占区摸黑作战，炸铁路，毁军火库，刺杀纳粹军官，用血肉之躯抵抗侵略。1944年8月，是法共起义率先拿下巴黎，解放了这座城市。戴高乐的部队都是后来才进场的，凭这份实打实的功劳，战后大选法共直接封神，拿下159个议会席位，得票率26.2%，稳稳的法国第一大党。那时候全法国的工人、底层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法共身上。法共也顺利入驻临时政府，拿下空军、公共卫生等4个核心部长职位。所有人都以为法国即将迎来全新的时代，结果关键一步，法共选错了。当时的总书记多列士归国前专门拜访斯大林，敲定了妥协路线，放弃武装力量，放弃夺权思路，转型普通政党，优先配合国家恢复经济。他直接下令解散游击队，把所有武装力量归编到戴高乐麾下，地方政权全部上交。就这一步主动让步，直接葬送了近在眼前的执政机会。现在想想都无比可惜。紧接着冷战爆发，铁幕落下，美国直接出手拿捏法国，放话威胁，只要内阁里有法共成员，立马切断马歇尔计划的所有援助。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，工业残破，资金紧缺，根本扛不住断源的代价。没办法，法国政府直接翻脸，把昔日并肩作战的法共踢出内阁，还刻意抹黑，说法共是苏联的傀儡。就算遭遇重创，法共根基还在。1968年法国5月风暴爆发，一开始只是学生抗议教育不公，后来百万工人集体罢工，演变成全国性反政府运动。那时候法共有35万党员，背后站着千万罢工民众，完全有能力推翻旧秩序，重建新格局。结果最离谱的操作来了，曾经代表底层敢打敢拼的法共，居然反过来站在了旧政府一边。时任总书记公开批评学生是伪革命者、无政府主义者，主动出面和政府谈判，劝工人复工、学生复课，亲手把千载难逢的翻盘机会白白送了出去。这一波操作彻底寒了所有年轻革命者的心，大批人直接退党出走。机会没了还能等，可人心散了就真的难聚了。1981年，转机再次出现，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主动拉拢法共联合组阁。那时候法共发展到80万党员，是历史巅峰，眼看就要重回核心政坛。谁能想到2年后一张照片彻底击碎了所有人的信仰。1983年，媒体曝光法共高层在米其林顶级餐厅奢靡聚餐，满桌菲力牛排、高端美酒，日子过得比资本家还奢华。老百姓追随法共，是相信他代表底层、代表公平、代表劳苦大众的未来。结果高层脱离群众，贪图享乐，初心彻底跑偏。就这样，短短1年，法共流失30万核心党员，民心彻底归零。
密特朗见状，直接找理由把法共踢出内阁。后续苏联解体，东欧剧变，法共失去外部最大支撑，党员直接暴跌到7万人。再加上法国全面去工业化，传统工人阶级大幅缩水，占比从38%跌到不足20%。就这样，法共的核心群众根基彻底没了，彻底沦为了边缘政党。2022年法国大选，法共得票率仅2.28%，排名第6，连第2轮竞选都进不去。如今虽然还坚守马列纲领，反资本、反北约，但早已无力影响法国政坛。说到底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终究只会跌落神坛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